在上一集中，福尔侯沙岛的猴子们靠着缩衣节食，借由资本、研发与创新而开始有了剩余。随着财富越来越多，猴子们开始有了储蓄的需求，从而产生了银行这个新行业。随着岛上的交易越来越频繁，交易金额越来越大笔，猴子们为了交易，每天得搬运成千上万根香蕉，实在太累了。阿发看见了这个痛点，决定顺势推行一个新的解决方案。只要来阿发银行，每存入一根香蕉，就给你一张阿发银行香蕉兑换券。对于阿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来说，每多存入一根香蕉，资产就会多一根香蕉，同时也多发出一张兑换券，作为对存款猴的负债。当有猴子拿一张兑换券来换回香蕉时，资产就会少一根香蕉，同时也少了一张在外流通的兑换券。如此一来，既然每一张兑换券都等同于一根香蕉，从此猴子们就能改用兑换券来交易商品或服务，再也不用搬运大批实体香蕉了。对阿发来说，更棒的是，从此借贷不用再借出实体香蕉，而是可以透过在资产负债表两边灌水，同时印出相对应的兑换券来贷款收取利息。唯一的风险就是，这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资产和负债，现实中并没有对应的实体香蕉，所以一旦猴子们同时拿着市面上所有兑换券要来提领香蕉时，银行势必拿不出相对应的香蕉，就会违约破产而倒闭。同时，在印兑换券的过程当中，阿发也观察到了一系列神奇的现象。当他印出第一张兑换券时，这张券大到足以买下仓库里全部香蕉。当他印出第二张兑换券时，每张兑换券瞬间缩小到只能各买下半数的香蕉。以此类推，每多印出一张兑换券，所有兑换券都会变小。当他印到和仓库内香蕉同等数量的兑换券时，每张兑换券就刚好能买下一根香蕉。而如果再继续印下去，每张兑换券的价值就会逐渐被稀释掉，而小于一根香蕉。阿发把这个发现记录下来，并称之为兑换券第一定律，也就是每多印出一张兑换券，所有的兑换券都会一起缩小，实质购买力也会跟着减少。另外，阿发还做了另一个实验，他试着印出另一种版本的兑换券。在有两种版本的兑换券的情况下，当一种兑换券越被需要时，它就会膨胀变大，实质购买力也会增强。反之，当一种兑换券越不被需要时，它就会缩水变小，实质购买力也会下降。阿发也把这个发现记录下来，并称之为兑换券第二定律，也就是越被想要的券，价值会越大。这样的现象让阿发有一种可怕的超能力，他不需要去偷去抢，只要靠着印券，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稀释所有猴子的劳动成果，把财富转移到自己手里。但好在阿发是个正直的人，为了维持银行的信誉，避免不必要的风险，他还是会把凭空印出的兑换券控制在一定比例之下，以避免遭到挤兑时拿不出香蕉的情况。随着阿发银行生意越做越大，由于有利可图，其他猴子也开始仿效同样的模式，开了各自的银行。各家银行发行着各自的香蕉兑换券，也有样学样，凭空印了不少兑换券来借贷。然而，不是所有银行都像阿发银行一样有风险意识。像是阿狗银行，明明仓库里只有3根香蕉，却发行了20张香蕉兑换券流通在外。过没多久，当有猴子拿着5张兑换券要来换回5根香蕉时，阿狗银行当然拿不出5根香蕉，就破产倒闭了。不但阿狗银行的存款户血本无归，流通在市面上的阿狗银行兑换券也瞬间都变成废纸。阿狗从此流落街头，人人喊打。猴王看到这个乱象，决定对银行体系来进行一番改革。为了避免各家银行发行各自兑换券的混乱情况，猴王决定创立一个独立于政府运作的中央银行，不直接面对民众，只面对各家银行。同时并命令所有银行把香蕉都存入中央银行，以作为中央银行的资产，并且统一印制中央银行香蕉兑换券，以作为各家银行的库存资产。如此一来，全岛就只有统一规格的中央银行兑换券能在市面上流通。同时，当政府手头紧需要资金时，
就能对中央银行使个眼色，透过发行政府侯债，请中央银行印发兑换券来购买。如此一来，就能达到在资产负债表两边灌水的效果，变相把民众的购买力转移到政府手中。从此，不管是利率的控管，或者印兑换券的权利，就都集中到了中央银行身上。只要中央银行严守纪律，就能维持全岛的金融稳定。类似于福尔侯沙岛，不同的岛屿也都发展出类似的政府和中央银行体系。同时，各个岛屿之间也开始会进行生意往来。有些岛屿善于造车，像是富有的老鹰岛；有些岛屿则善于制作玩具和衣服，像是猫熊岛；有些岛屿拥有其他岛屿都没有的石油，像是骆驼岛。各个岛屿之间拿出各自擅长的产品，互相换回岛内缺乏的产品，彼此都能从中受益。然而，各个岛屿之间的贸易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相当混乱。于是大家各派代表，聚集到老鹰岛的布列敦森林，开了一场彻底重塑全球金融秩序的世纪会议。会中决定，既然老鹰岛拥有全世界最多的香蕉，那么为了方便贸易，各岛就不再各印各的兑换券，统一让老鹰岛的老鹰券来挂钩实体香蕉，其他岛屿的兑换券则挂钩老鹰券。如此一来，全世界的金融体系就都串联在一起，交易起来就单纯多了。然而好景不长，为了打仗，为了维持霸权，老鹰岛的中央银行在自家的账本上疯狂灌水，印出的老鹰券早就远远超过了仓库里的实体香蕉。其他岛屿开始怀疑老鹰券能不能兑现，纷纷提着老鹰券跑去老鹰岛，想换回香蕉。老鹰岛眼看仓库快被掏空，索性两手一摊，耍赖宣布，从现在起，老鹰券与香蕉正式脱钩，不再让人换回实体香蕉。这时所有岛屿都慌了，纷纷质疑老鹰岛换不回实体香蕉，那老鹰券凭什么值钱？只见老鹰岛中央银行拿出老鹰债10版，原来以前每印一张老鹰券，仓库里就得存入一根香蕉作为担保。现在每印一张老鹰券，老鹰岛就在老鹰债的10版上画上一笔债务，而这笔债务是老鹰岛政府欠的，未来也将由老鹰岛上世世代代的子孙偿还。老鹰岛政府告诉全世界，老鹰岛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收税能力，岛上子孙未来采集到的每一根香蕉，都会优先拿来偿还这些债务，请大家不用担心。同时，为了维持老鹰券的地位，老鹰岛私下找上了骆驼岛，签了一个秘密协议，以后谁要买骆驼岛的石油，都必须支付老鹰券，然后再转头对所有岛屿说，大家还是得用老鹰券，因为它是全世界唯一能买到石油的券。所有岛屿纷纷表示傻眼，但想到老鹰岛的霸权地位，却又无可奈何。从这一刻起，老鹰岛印的不再是普通的香蕉兑换券，香蕉本位的布列敦森林金融秩序从此终结，取而代之的是纯粹以信用与债务编织而成的老鹰券霸权。全球的金融规则也跟着彻底改变，老鹰岛的中央银行控制着全世界银行的源头，老鹰岛的利率决策会传导到全世界，而凭空印出来的老鹰券也同样遵守着兑换券第一定律，将导致全世界的老鹰券缩水，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全世界的劳动成果转移到老鹰岛内，这也是只有霸权能独享的权利。就这样，全世界都眼睁睁看着老鹰岛毫不节制地不断印出一张又一张的老鹰券，债务也跟着越来越高，越来越高，高到老鹰岛的子孙们根本就不可能还完这些债务。事到如今，老鹰岛只剩2条路可走，要不双手一摊倒债，拱手让出世界霸主地位，要不就持续印出更多的老鹰券，以稀释债务，让全世界共同承担，然后祈祷这个越吹越大的泡沫不会在自己有生之年破掉。想当然尔，老鹰岛选择了后者。同时，福尔侯沙岛虽然外销许多产品到其他岛，赚来许多资金，但猴子们却渐渐发现一个怪现象：拼命工作赚来的券越来越薄，想买个遮风避雨的家也越来越困难。
究竟是如何演变到这个地步？同时，夹在老鹰岛与猫熊岛的角力之间，福尔侯沙岛又该如何自处呢？阿发的石板，刻下信用的模样。老鹰的翅膀遮住原本的太阳，不再有相交，只有纸上的金黄。我们的汗水换来一场空荡荡。一张圈，一个梦，债务在血堆里滚动，老鹰在云中操弄着欲望的风。谁在接待，谁在掌控，谁在繁荣，只剩下数字在冰冷的石缝中。